争吵中的沉默其实在大声说话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他也没回应。餐桌上有3样菜，1碗汤，孩子在旁边小心翼翼地咀嚼，一边偷瞄爸妈的表情。电视播着8点档，但没人真正看进去，只有那个沉默在客厅里震耳欲聋。他不吼，他不哭，但空气中的张力却让人感觉比吵架更令人窒息。他心里想，我再开口，他一定又会冷嘲热讽。他心里想，我再问，他还是什么都不说，有什么意义？所以他们选择了不说话，但这沉默却不是风平浪静，而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有些夫妻的婚姻不是败在刀光剑影的吵架里，而是沉默在一种很熟悉却又很致命的模式里冷战，不像电视剧那样摔门、吼门、失控爆哭。现代婚姻中的争执越来越常以这种方式出现。他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整晚不出声。他开始把对话浓缩成哦，好，你高兴就好。2个人坐在沙发上，一个滑手机，一个追剧，却像2条平行线，永远不相交。表面上是冷静、理性，不想吵，实际上却是把对彼此的失望、不满，甚至愤怒，全都压缩成一句都不说的沉默。沉默不是因为没有话说，而是因为说了你也不会听，干脆不说了。这句话没人讲出口，但它却在无数个婚姻里悄悄蔓延。俊泽和美如结婚8年，有2个孩子，一间不大但温馨的房子，双方都有稳定工作。但每次朋友问他们，你们最近感情还好吗？他们都会微笑说，还可以啦，就是很忙。其实早在1年多前，他们就几乎不聊心事，不说感受，不表达期待。他们的对话只剩下，小孩功课写了没？明天你要载他去补习吗？冰箱的牛奶好像没了。这样的互动看起来很正常，但实际上已经变成2个室友在共同抚养孩子，共同维持房屋开销。直到某天，美如忍不住问，你到底还有没有话要跟我说？俊泽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，你什么都要管，我说什么你都嫌，那我说干嘛？那一刻，美如才知道，不是他没话说，而是他已经习惯把话吞下去了。沉默其实是另一种语言，很多人以为沉默是退让、冷静，不想伤人，但心理学家指出，在亲密关系中，沉默常常是防御、控诉或惩罚的一种形式。让我们来看看几种常见的沉默语言。1、惩罚型沉默，你不照我意思做，我就不理你，让你自己去感觉被冷落的滋味。2、逃避型沉默，我说了你也不听，不如不说，省得吵架，我累了。3、报复型沉默，你让我伤心，我也要让你体会那种被无视的痛。4、失望型沉默，我对你已经没期待了，讲也没用，不如放弃。你看，这些沉默其实都在大声说话，他们没发出声音，但每一句都在说，我受伤了，我不相信你会改变，我对这段关系已经不抱希望。沉默的争吵往往比激烈的吼叫更可怕。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，激烈吵架的夫妻表示还有东西想解决，但冷战中的夫妻
已经不想努力了。你们还会吵架，代表你们还希望对方能懂自己。你们选择沉默，代表你们开始不期待对方会懂了。沉默不但关闭了沟通，更会逐步破坏信任，让婚姻进入一种最危险的状态，有你没差。当你开始觉得他在不在家我没感觉，他讲不讲话都不影响我心情，那不是平静，那是麻木。为什么我们宁愿沉默也不愿对话？因为怕说了没用。你曾试着倾诉，但对方回的是批评或无视，久而久之你就选择不说。因为说了只会吵架，每次沟通都变成争执，不如避免冲突。因为说了会被误解，你说的是我需要被看见，对方听成你在怪我不够好。因为说了太痛了，有些话一旦说出来，可能会打破表面的和平，你怕承受那个后果。但你知道吗？你现在选择的沉默，也许正是让婚姻逐渐死亡的慢性毒药。从沉默中走出来，第一步不是讲话，而是听懂沉默背后的话。如果你发现你们现在的关系很安静，很有礼貌，但早已没了温度，那么你可以先问自己，我在沉默什么？我其实想让对方听见什么？我是害怕争吵，还是早已放弃了期待？你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对方的沉默，他是不是其实不知道怎么说出他的挫败？他是不是早就说过，但你没有真正听懂？他是不是已经累了，所以不想再试？这不是叫你马上开始长篇大论，而是学会在无声中读懂那份委屈、伤痛，甚至求救。现代生活的沉默陷阱，手机划掉了我们的连结。现在的夫妻很多不是不愿说话，而是被太多杂讯填满。下班后滑手机、追剧、回讯息，吃饭对着荧幕，不对着彼此。有空就忙工作、忙小孩，没空就装忙。时间与注意力早就被稀释，连说一句好好话的机会都没剩。有时候不是不爱，而是太久没好好看彼此一眼，没再听过对方的声音。婚姻不是自动续约的软体，它是需要持续对焦的关系。如果我们不刻意维系，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断线。结语：沉默不是尽头，而是转折的起点。你们不说话，不代表你们不爱了。有时候沉默只是一种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的求救。愿我们在这些无声的时刻里，不再视对方为敌人，而是学会问一句：是不是有什么话你不敢说出口？是不是你沉默其实是在对我喊话？婚姻的重建不是从完美开始，而是从愿意再次打开心开始。